男人在废墟里醒来，发现自己变成了僵尸，他吓得赶紧抽根烟，想要平复心情，但烟刚吸进去，就从他破烂的身体里飘出来了，脑子里一点活人时的记忆都没有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知道怎么会在这儿。他讨厌现在这个样子，说不出话，跑不起来。他走到悬崖边，直接一跳，想结束这刚开始的僵尸生活，但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从100米高空摔下来也没死，连一点疼都没感觉。既然死不了，那就硬着头皮活下去吧。不过这蜗牛般的速度，对着眼前的猎物也只能干瞪。饿了几天，终于饿昏过去。就在他晕倒的那一刻，眼睛突然变红了。醒来，他发现那个可爱的猎物已经被吃了，可他头脑里完全没有捕猎的记忆。趁夜色掩护，他偷偷溜进人类村庄，偷了件衣服，正打算溜之大吉，却被一个女孩发现了。女孩以为他是个流浪汉，不但不责怪他偷衣服，还给了他1万块，让他去买吃的。这时他懂了，要在人类社会混，还得查出自己死前是谁。作为僵尸，得改变自己。于是废弃的社区跑步机成了他的训练场，2根树枝当筷子，练习手指的灵活性，嘴里叼着木头，锻炼说话的技巧。为了行为更像人类，他1分钟也不敢放松。这么自律的僵尸，大家不给点个赞，还等啥时候呢？时间就这样在男人天天的锻炼中不知不觉流逝，他辛苦锻炼的成果终于显现，跑起来的速度已经和普通人一样快了，手指不再僵硬，灵巧得很，手速快得跟单身30年的你似的。10级绕口令说起来也不是难题了。现在的他除了皮肤和脸上的疤，简直就跟正常人没啥两样，现在就差一个融入人类社会的机会。这一天，3天没吃东西的他在找食物，突然看到一个满脸胡子的男人在上坟。虽然很想吃掉眼前这男人，但他还是忍住了，因为等胡子男走后，上坟带的食物足够他吃上一顿。但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，一个戴帽子的男人突然冲出来，袭击了胡子男，用石头把胡子男活活砸死了，然后把尸体丢下了山崖。那男人离开后，他发现胡子男还活着。胡子男说了事务所3个字，还给了他一串钥匙，之后就去了西北方向。他强忍着不去吃那尸体，默默地把胡子男给埋了。原来那死去的男人叫金武英，他开了个私人侦探事务所。小将按照名片上的地址找到了那儿，用钥匙打开门。从今天起，他就要以金武英这个侦探的身份在人间混。坏了的他翻开冰箱，狼吞虎咽地吃起里面的食物。只是他忘了自己是僵尸，人类的食物已经不适合他了，而外面人生让他更加饿。僵尸混在人类社会里到底多危险啊！敏浩就因为接了找狗的活，就被这女人用安全帽敲晕了。作为第一个混入人类社会的僵尸，敏浩闹用死人的身份开始当私家侦探。泰勒因为想买生鸡肉，没钱的他就接了找狗的活。为了不让人类看出自己是僵尸，出门前还特意打扮了一番。因为不懂行情，报价报低了，价格一出口才发现对方是几个小屁孩。看那孩子给的硬币，连鸡腿都买不起，鸡毛可能都买不到吧。所以敏浩决定跟这几个孩子耍赖。谁知道这帮孩子虽小，心眼可不少，都是你自己开的价钱，不管怎样也得找到狗狗。大人小孩在那儿纠缠不休。这时候男孩的阿姨善治正好路过，看到这一幕，还以为小将在欺负孩子呢，急忙上前来。作为僵尸混迹人间，最怕就是暴露身份了。善治一连串的问，敏浩吓得要死，趁善治不注意，只能选择落荒而逃。敏浩拼命跑在前面，善治带着3个孩子在后头追。路上的孩子们以为是玩游戏，都跟着善治追了起来。好在敏浩作为僵尸不会累，所以慢慢的就跑远了。但就在这时，善治使出了杀手锏，一把抓起旁边外卖员的头盔。善治曾是铅球选手，把头盔放在下巴上，然后身体转了个720度。僵尸的致命弱点是后脑勺，敏浩肯定想不到自己会被头盔给击倒。善治看到这情况，赶紧上前检查，一看吓一跳，刚才还好好的人，现在人都冷了。他赶紧把耳朵贴在他胸膛听，天啦，心跳声都没了，善治都快哭了，自己怎么把人给砸死了？在救护车上，2个急救员正给没心跳的敏浩做 CPR， 善治在一旁焦急地为敏浩祈祷。善治听到这话，彻底没了希望。这时候，敏浩突然从昏迷中醒来，毕竟是僵尸，本来就冷冰冰的，这都不算啥。可他醒来的状态实在不行，善治担心敏浩的健康，赶紧把他按回担架上休息。结果监测器依旧显示他没心跳，看样子是设备的问题。敏浩怕去了医院会露馅，想起身就溜。善治太关心敏浩了，又把他按回去，结果敏浩的脑袋又狠狠地撞在仪器上。敏浩心里那是一个郁闷啊，结果又晕过去了。等敏浩再次醒来，已经躺在医院里，听见旁边医生说要全面检查，一个哆嗦，赶紧坐了起来，看没人注意，就溜了出去。敏浩已经饿了2天，看到肉多的男人就忍不住，但他可是要当个好僵尸，怎么能吃人呢？命中注定，僵尸也有出路。在一个角落里，意外找到了那只丢失的狗。
敏浩终于找到了那孩子，狗也找回来了。想要狗狗得多掏点钱，真没想到自己会敲诈孩子，真是太悲哀了。可是饥饿感来得太猛，看着那狗狗觉得好馋，欲望越来越强。敏浩忍不住了，正要张嘴吃狗，楼下突然传来吆喝，原来楼下餐馆有试吃活动。敏浩心里乐开了花，去试吃。刚蹭到饭店门口，试吃活动居然结束了，他肚子咕咕叫，正想溜，听见店主说要找人扮僵尸搞活动，还能赚顿牛小肠。为了能吃饱，小江就不顾什么僵尸尊严了。看那些扮僵尸的人，他觉得自己这才叫原汁原味。他那一套僵尸动作，顿时引来观众阵阵喝彩。活动一结束，老板娘把牛小肠分给大家，结果还多出一份。原来饿坏了的小江已经闯进厨房，开始吃生肉了。老板娘的朋友还是个懂格斗的刑警，打算制止小江的生吃行为，没想到下一秒他就开始狂暴起来。敏浩一下子清醒了，急忙跑了出去。他那本能的反击，让敏浩想起自己以前是谁。另一边被敏浩揍得不轻的贤者在琢磨，这家伙动作虽简单，但是直击要害，可能是个杀手。这时候饿了3天的小江感觉自己快控制不住那种渴望了，他不想伤人，就跑到动物保护区，可是太虚弱了，连动物都追不上。小江昏倒的那一刻，眼睛又变成红色的了，和上回一样。小江醒来后还是记不得昏倒后发生的事，只是那猎物已经到肚子里去了。敏浩回到侦探所，在那里臭美自己的帅，突然闻到一股熟悉的气味，来人不简单，正是那个差点害死自己的善治。因为上次的意外，他来是想让敏浩签和解协议。敏浩对这女的已经有阴影了，为了让善治快点走，敏浩就说以后不追究责任了。女人一走，敏浩直接把谅解书撕成渣渣。侦探沉默了。作为僵尸的他，得四处找兼职才能挣钱。他想去应聘跆拳道馆教练，这回他却没了那身敏捷，一整天啥也没弄成。就在他路过商场的时候，大屏幕上一个女孩的照片吸引了他，那照片让他心里莫名其妙的火大。敏浩粗鲁地挤开人群，径直往前走。敏浩不懂自己为啥这么做，那女孩的照片让他心里又怒又痛。他确信自己失控的举动一定和他以前的身份有关。回到侦探社，敏浩在琢磨这事，办公室的门被人敲响了，是房东婆婆来催房租。房东婆婆告诉敏浩，再不交租就得搬出去。敏浩有点头疼，做人已经够难的了，做僵尸更是难上加难。他得去哪弄钱去啊？忽然他眼前一亮，不是还有善治的谅解书吗？向他要点赔偿，那不就有钱了？等他去找善治的时候，却看到善治被人劫持了。善治现在可是他的摇钱树，怎么能出事呢？敏浩就用自己不死的身体挡在了飞驰的车前，车里的人被吓坏了，以为出了人命了，结果被撞飞100米的敏浩竟然站起来了。开车的人以为碰上鬼了，吓得扔车就跑。这时候喝醉的善治才看清，眼前这个是差点被他砸死的敏浩。敏浩掏出那谅解书，希望善治按他说的赔钱。话还没说完，善治就趴在他怀里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的善治拿出谅解书，上面写的赔偿数额吓得他直冒冷汗。该死的，竟然要自己赔1个亿！他向善治要的赔偿金虽然有1个亿，可善治的钱包里连1颗灰尘都没有，根本1分钱都拿不出来。所以善治说自己愿意到敏浩的侦探所打工还债，用工作来抵债。为了不让女孩发现自己是僵尸的秘密，敏浩打算拒绝善治的工作提议。话还没开口，就有个女人来到侦探所了。女人是韩国的大明星高恩珠，她的女儿小胖已经失踪好几天了，只要敏浩能帮忙找回女儿，找回小胖后就能得到1个亿的巨额酬金，这简直就像想拉屎。有人抵来了纸，正愁着钱的事呢，这下好了，工作上门了。这样善治自然而然就成了敏浩的员工。他俩去了那女人的家，敏浩找到了小胖用过的围巾，记住了围巾上的味道，然后就跟着这个味道找到了一家减肥中心。敏浩敢肯定他们要找的人就在那儿，可这地方是会员制的，不让外人随便进。没办法，只能让瘦成一把骨头的敏浩办了个会员，混了进去。减肥中心的工作人员开始检查新人的东西，其他人的东西都很正常。轮到敏浩这儿的时候，他们在敏浩的包里找到了1块5斤重的生牛肉，后来又在他的袖子里、裤脚里、连帽子里都找到了不同大小的生牛肉。这下敏浩尴尬的想找个地洞钻进去。不久，敏浩的举动又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，在做瑜伽的时候，他居然把腿往后一翻360度搭在了肩膀上，这种超出常人的动作把管理员都吓傻了。其他人试着模仿敏浩的动作，结果发现那简直不是人能做的事业务。趁着别人都睡觉了，他悄咪咪溜了出去。他可没忘记自己来这的目的。没多久，他就发现了这个减肥中心的古怪之处，地下室里居然聚了好几百个人，台上那个自称教主的家伙正忙着给大家洗脑。敏浩要找的小胖也混在人群里。第二天，敏浩把探到的情报告诉了善治，他们打算晚上行动救人。善治晚上悄悄前进了减肥社，巧遇正想溜的教主。教主接到消息说这儿不安全了，从善治那儿
知道是他暴露了自己辛苦建立的教派就要因为他而玩完。教主一气之下拿起拐杖朝善治刺去，紧接着闵浩及时赶到，挡下了这致命的一击。这时候减肥社的另一个人拿起灭火器朝闵浩猛喷，烟雾四起时，闵浩把身上的拐杖拔出来溜了。警察赶到，抓走了教主和他的同伙，解救了那些被洗脑的人。善治走到闵浩身边，想看看他受伤没。闵浩为了不暴露身份，糊弄过去了。回到家，善治和姐姐姐夫一起吃鸡腿大餐。他突然想到闵浩也爱吃鸡腿，就想给闵浩送点去。闵浩这边就不愁钱了，因为那个女人已经把1亿打到他账上了。他买了好多鸡腿，正开心的大嚼特嚼，突然看到窗帘没拉，他就走过去慢慢拉上窗帘。但闵浩不知道对面楼上有个胖子，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他怎么吃鸡腿。而闵浩一转身，突然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。就在这一刻，闵浩的僵尸身份被女人看光光了。男人做梦都没想到，自己的疏忽让自己的僵尸身份被闯入的女孩发现了。善治被男人这副样子吓得要命，显得这人根本不像正常人。他急忙拉开门，慌慌张张跑了出去。回家后，善治找到了懂行的眼镜哥姐夫。眼镜哥可是僵尸迷，还指导过僵尸电影呢。听说善治对僵尸感兴趣，就把自己知道的都跟善治说了。僵尸有几个特点，先说他们爱吃生肉，他们的身体末梢神经不行了，所以感觉不到疼。最关键的是，僵尸的心是不跳的，跟死人似的。这时善治突然想到侦探社冰箱里的生牛肉，还有闵浩被拐杖穿透身体，居然一点疼痛表情都没。还有那次闵浩被安全帽砸晕，他摸不到他的心跳。闵浩的行为跟眼镜哥描述的僵尸一模一样。第二天姐姐问为啥不去闵浩侦探社上班，善治神秘兮兮地说那男的是僵尸，再去怕是要被吃了。下一秒就被姐姐抓着耳朵了。姐姐说你这借口真能扯，为了不上班把我当傻子呢，差点就挨揍了。善治下得赶紧逃出家门。另一边闵浩身份暴露，打算离开城市，没想到一出门就闻到熟悉味道。善治武装到牙齿来了，一副豁出去的样子。闵浩是僵尸，这时他已经猜到，可听闵浩亲口承认，善治还是吓得浑身多，急忙说我去给你拿猪肉去。闵浩没搭理他的胡言乱语，把找小胖的钱给了他。善治看到闵浩给的钱多几倍，心里对闵浩的恐惧少了点。临走时还善意提醒了闵浩，心脏这东西嘛，你这样可不安全啊。话没说完呢，肚子突然疼得厉害。善治被吓坏了，肯定是那个僵尸给他刚喝的茶里下了毒，然后等着趁机吃了他。闵浩走过来想看看他怎么了，小梅看到的却是另一回事。男人正慢慢变成僵尸的模样，一步步靠近，肯定是想把他一口一口吃了。疼痛加上恐惧，善治直接晕过去了。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医院，腹部还是疼得厉害。医生告诉他们，善治得的是急性阑尾炎，现在盲肠切除已经没事了。大家都无语了，这姑娘不会是傻了吧？善治从医生那儿知道了，是闵浩把他背到医院，还付了所有的手术费和住院费。他确认手术成功才走的，要是送医晚了，善治可就危险了。知道闵浩是善良的僵尸，病好了，善治又回侦探社工作。不过为了防止闵浩饿疯，善治买了很多鸡肉存冰箱里。现在善治知道自己是僵尸，他决定帮他找回生前身份。闵浩醒来时身上有块破表，还有打火机和一套西装，手表停在1点2时，可能是小帅死的时间。打火机是雕花的定制款，市面上很罕见。于是善治把打火机图片发网上，希望有人认识。那西服袖口的新纽扣，说明闵浩可能还有家人。很快就有人发信息过来，说他见过那手表，然后他们约在某地见，就是过了约定时间，也没看到那知情人影。这时候知情人发来消息，说有急事来不了了，正想走呢，却碰上了个男的。善治认识这个叫大狗的，大狗以前目睹过拐孩子的案子，善治当记者那会儿采访过他。大狗正在找他那失踪的老妈妈，热心的善治决定帮忙找，因为他知道闵浩的鼻子厉害，找人这活对他来说轻轻松松。果然闵浩那敏感的鼻子一下就找到人了，找到大狗妈妈的同时，还惹上了一头600斤的野猪。看着善治快被猪牙扎到，闵浩赶紧冲上去把他推倒，两个一起躲过了野猪，于是就上演了僵尸对猪的大战。闵浩虽然不怕死，但他力气比不上野猪，不疼是不疼，在女人面前还是有点丢脸。既然打不过，那就得智斗了，把野猪引到悬崖边上，斗他几下，野猪就冲着闵浩来了。看着计划成功，闵浩在心里乐开了花，但下一秒 Game Over， 还是闵浩那不死本事。笑到最后，看着野猪的体格，估计能吃个把月了。大狗真的很感激两人找到他妈，正准备走呢，大狗妈突然挣脱了，直接奔向闵浩，别把我当外人，明明我跟你血脉相连。本以为大狗妈痴呆，
认错人了。没想到，哪怕失忆的母亲，怎么可能忘了自己的孩子？第二天，善之带敏浩去了座神庙，想让神婆算算敏浩的前世今生。神婆哪里会知道敏浩是谁啊？一番谎话说得漏洞百出，感觉被骗了的善之直接抢过法令。可善之不小心摇了摇法铃的时候，敏浩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段新记忆。门开了，风铃也动了，风铃声随风摇晃。一个女孩子抱着兔子玩偶向他挥手，那记忆突如其来，让敏浩头疼欲裂，怕神婆看出来有意，他赶紧撤了，跟善之说，这女孩就是他上次路过商场时看到的，新闻里被圣诞老人骗了，然后杀害的女孩贝贝。现在他确信贝贝这个女孩跟他生前的身份紧紧相连，于是他俩马上去贝贝家了解情况。只不过贝贝爸爸出国了，要2天后才回，他俩只好先放一放。晚上回家的善之回想白天发生的事，那时他差点就被野猪的利牙穿透，是敏浩不顾一切的救了他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喜欢上了这个暖男僵尸。这时敏浩才回到侦探社，但办公室好像被贼光顾了，里头被翻得一塌糊涂。敏浩连忙检查抽屉，发现和他身份相关的手表和西服都还在，只不过那个打火机不翼而飞了。究竟谁不想让他恢复记忆？而在另一边，有个男的正拿着敏浩的打火机玩呢。谁也没想到，这男的竟然是大狗。咱看这僵尸活腻了，居然想自杀，拿起电钻就要往自己头上开。你问他为啥？就因为他知道了自己以前是谁。就在刚才，大狗找到了失忆的敏浩，说了个只有他俩知道的秘密。去年圣诞节那会儿，敏浩策划绑架圣诞老人骗小孩的事，那个被骗的女孩名叫贝贝，最后是敏浩杀了她扔水库的。大狗嘴里说的一切都是敏浩干的，他只是敏浩的帮手。敏浩根本不信大狗的话，脑子里又冒出了一些记忆碎片，是个女孩子泪眼汪汪求救的场景，还有自己装扮成圣诞老人的样子，以及那身圣诞服被火吞没的情景。这些突如其来的记忆让敏浩开始疑惑起来，难道自己真的像大狗说的那样是贝贝的凶手？敏浩满脸困惑，他只想成为一个好的僵尸，就算再饿也没真的吃过任何人。可他没想到自己当人的时候竟然是个杀小孩的魔鬼。敏浩觉得自己在的话就是在浪费空气，心里头就冒出了想要自杀的念头。电钻开到最大的转速，瞄准僵尸的死穴，头就要被钻子钻进去了。敏浩差点又死了一回，但电钻在这时候突然停了。这电钻居然在这时候坏了，是因为电源线破了。敏浩试着去捻那些露出来的电线，下一秒善治这边也没闲，他直接去了贝贝家，见到了贝贝的老爸。在那儿，善治看到了一张照片，照片里贝贝旁边露出的手臂上戴着手表，那手表和敏浩身上的一模一样。他赶紧拿出敏浩的照片，让贝贝爸爸确认是不是认识。看着照片上的那个人，贝贝爸爸点了点头。那个人叫江明浩，以前是贝贝的私人保镖，主要负责他的安全，但已经有1年多没见过他了。贝贝爸爸对敏浩评价很高，善治挺开心的，终于帮敏浩找回了他生前的身份。他回到侦探社，想把这好消息告诉敏浩，可谁知道侦探社里没敏浩的人影，手机也联系不上他。但善治在地上捡到了大狗的照片，难不成大狗有什么问题？另一边，刚开机的小帅看到善治发的消息，得知善治居然去找大狗了。善治已经到大狗家里了，骗他说圣诞老人绑架案有新头绪，跟大狗说贝贝被骗那天有车的行车记录器录下了犯人长相。大狗听后明显慌了，手慢慢摸向背后的锤子。善治在镜子里瞥见大狗的动作，抢先出手了，先把茶水泼向大狗，赶紧躲进房间。善治急忙让房间里的大狗媳妇报警，但紧接着善治被大狗媳妇砸在了头上。善治醒来时发现自己4肢都被捆起来了。大狗告诉善治圣诞老人案的真相，贝贝被大狗杀害，尸体是大狗媳妇扔到水库的。显然大狗和他媳妇不打算放过善治。果不其然，午饭后大狗媳妇拿着刀逼近善治，毫不犹豫向善治挥刀而去。幸好善治早把胶带割开，趁机反击了大狗媳妇一下，然后赶紧往外跑。刚跑出大狗家没多久，就被人捂住嘴巴拖到了角落。那人是敏浩。善治把在贝贝爸爸那听来的关于敏浩的事，还有从大狗夫妇那得知的，全告诉了敏浩。敏浩这才明白，大狗利用了他的绝望欺骗了他，差点让自己去死。警察很快出动抓大狗夫妇，大狗媳妇被抓了，大狗带着他妈逃了。敏浩接到了大狗的电话，按说好的去了约定地点。大狗在暗处观察着敏浩，电话里告诉敏浩车里有给他准备的礼物。敏浩随手开了车门，下一秒车就爆炸了，男人当场被炸飞。这种爆炸普通人肯定死定了，但敏浩居然没事，因为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是个僵尸。爆炸竟然让敏浩想起了新的记忆，原来他曾经是贝贝的贴身保镖。圣诞节那天他休假了1天，回来后就听说贝贝不见了。敏浩在门口发现了一个特别的雕花打火机，通过这个打火机他找到了大狗的家，看到贝贝被绑在小木屋里，正想救贝贝，大狗突然从后面冒出来，紧接着敏浩就被绑起来了，最后被大狗一枪打死。敏浩终于记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自己怎么死的，杀他的正是大狗。大狗在小木屋里以为车爆炸
肯定把敏浩炸死了。他打算带着妈妈离开这里。就在这时，敏浩又安然无恙的出现了。他没理会大狗震惊的样子，冲上去就对大狗拳打脚踢。大狗又耍老招，又拿枪打敏浩。本以为这次敏浩肯定没戏了，结果敏浩像小强一样又活过来了。大狗彻底崩溃了，一个劲儿的朝敏浩开枪。大狗觉得不对劲，这次瞄准了敏浩的头。正要站起来的敏浩瞬间停住了。大狗终于发现敏浩的弱点是头，一点没犹豫，他就扣动了扳机。但突然有个人影挡在了敏浩前面，那人是大狗的妈妈，还有老年痴呆的大狗妈妈，像是突然清醒了似的。这一刻，敏浩的记忆全都回来了。他爱睡懒觉，妈妈总会做美味的牛小肠诱惑他早起。因为喜欢打架，脸上有个疤，妈妈总说脸上有疤以后娶不到老婆。回忆一下子全涌回来了，敏浩认出了自己眼前的妈妈。可是这些回忆来得太晚，妈妈躺在敏浩怀里已经快不行了，不一会儿就永远闭上了眼。敏浩怒吼着仰天长啸，眼睛一转瞬间变成了红色，直接冲向了一旁的大狗。这时的大狗却把枪口对准了自己，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。敏浩安排了妈妈的后事，来参加葬礼的善治告诉他从警方那里得知，大狗7岁就成了锅，结婚了，但妻子不能生孩子，想要完整家庭的大狗就拐了贝贝，后来被敏浩发现，就杀掉了敏浩和贝贝，再把得了痴呆的敏浩妈妈误认为自己妈妈，这就是一切事情的前因后果。处理完妈妈的事，敏浩去了侦探社，却发现亲眼看着妈妈去世，自己体内的僵尸血性似乎加强了，善治给了个建议，用铁链把敏浩锁起来，锁72小时，用摄像头记录敏浩饿极了失去理智的样子。时间很快到了，饿了36小时，饿的敏浩开始不安分，体内可血的欲望越来越强。守在门外的善治听到屋里的响动，透过窗户一看，敏浩竟然挣开了铁链，正啃着冰箱里的生鸡腿。突然发狂的敏浩好像发现了门外的善治，门外的善治马上感到不对劲，没想到敏浩居然挣脱了铁链。他悄悄的想溜，走没几步，侦探社的门就开了。敏浩双眼通红，嘴角流着口水走了出来。善治被吓得不轻，慌乱中跌倒在地，下一秒失去理智的敏浩直接扑了过来。还好他知道僵尸的弱点，抓起旁边的平底锅狠狠敲在他的脑袋上，这才把他弄晕了过去。他们俩得出了同一个结论，敏浩要是36小时没吃东西，就会变得疯狂攻击人。为了不出什么岔子，善治在侦探社的冰箱里存了好多生肉，给敏浩准备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侦探社的电话铃响了，是有人打来找社长金武英。我们第一集说过的，那时候敏浩还没融入人类社会，亲眼看到了一起凶案，上坟中的金武英被人袭击死了。从那时开始，僵尸敏浩就冒充了金武英，接手了他的侦探社，开始过上了人类的生活。敏浩接了电话，但电话那头却没人说话。打电话的那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当年杀死金武英的凶手。此刻的敏浩还不知道危险已经在慢慢逼近，而杀手那边心里明白得很，真正的金武英早就被他杀了。这个冒牌货为啥要冒充金武英呢？他走到了敏浩侦探社对面的侦探社，直接掏了一大包钱，让大山和小山把敏浩偷偷带出来见他一面。虽说这任务不容易，但是钱给的实在多，于是他俩趁敏浩不在的时候，偷偷在敏浩的办公室门口安了电线。敏浩只要一碰到电线，肯定会被电到昏过去。陷阱准备好后，他们俩就开始在对面楼上盯着。敏浩回到侦探社，打开门想进去，正踩到电线的那一刻，整栋楼突然就停电了，下一秒连首尔市都开始大范围停电。大山偷偷溜到敏浩侦探社查看情况，却看到敏浩除了发型变帅之外，一点异常也没有，反倒是自己因为碰到电线被电得昏头转向了过去。小山跑去看看大山怎么样了，结果一碰也被电得晕头转向。上一招没成，又想出新主意。第二天晚上，4个戴着面具的人突然闯入敏浩的侦探社，不多说啥，直接拿出武器来，准备把敏浩给绑走。但这次大山的计划又落空了，他完全不知道敏浩以前是私人保镖，他那身手哪是几个小混混能比的。敏浩几下就把那些小角色给解决了。对面的大山看着这情况，知道得亲自上阵了，于是他戴着面具出现在敏浩面前，结果一出场就被认出来了。不过大山还不死心，还想跟敏浩较量较量，但大山不知道，此刻的他其实正危险重重。他那身子一颤一颤的肉，在敏浩眼里简直就是美味的晚餐。别忘了，敏浩已经饿了30多个小时，快要到达他忍耐的极限了。果不其然，敏浩开始控制不住自己了，眼睛血红的慢慢向大山走去。这一下子，大山也慌了，随手抓起东西往敏浩扔。他拿起一块长方形的石头扔了出去。楼下的善治听惨叫声，正想上楼，却碰上了慌乱的敏浩。善治感觉到了不对劲，赶紧追了上去。楼上的大山吓坏了，直到小山来了，
嘴里还不停叫着遇到怪物了。大山该感到庆幸，最后闵浩还是控制住了自己，没把他吃了。另一边单志还在追闵浩，看着要追不上了，单志又使出拿手好戏，平底锅一转360度助力，直接往闵浩可能出现的地方一扔，可怜的闵浩又被打中，后脑勺一晕就过去了。第二天，大山和小山来到了吴正直开的动物医院，把一大包的酬金退还给吴正直，直说这任务是没法完成的。大山掏出那块沾着血的石头，这玩意儿都扎进那家伙胸口了，他居然纹丝不动，他明显不是凡人。吴正直看着那血淋淋的石头，陷入沉思。等到大山和小山走后，他赶紧跑去自己的秘密实验室，开始对石头上闵浩的血做实验，发现闵浩血里的活性正是自己一直研究却一直没头绪的东西。他匆忙将提炼的闵浩血液混合物给一只刚死的兔子注射进去，下一秒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，那只死去的兔子眼睛通红的，居然又活过来了。男人乐坏了，他终于找到制造僵尸药的关键了，那就是闵浩的血液。吴正直穿好装备来到了侦探社，闵浩一眼就认出了对方，正是那晚干掉金武英的那个男人。而吴正直则利用闵浩发愣的时候，倒出一瓶神秘的药水，药水飘散的瞬间，闵浩就直接晕厥了过去。他将闵浩带回了自己的动物医院，这时候他已经弄清楚闵浩是个僵尸了，抓住闵浩就是为了用他的血来制造更多僵尸。即将醒来的闵浩也从吴正直这里得知了真相。1年前，吴正直的妻子去世了，他一心想复活妻子，不停研制激活细胞的药物，没想到竟然真让他把妻子给复活了。但复活的妻子变成了没有意识的僵尸，而且因为他的粗心，他的秘密实验被侦探社的金武英给发现了，于是他趁金武英上坟时把他杀了。至于闵浩变成僵尸，可能是因为没证，直到弄丢了大量的僵尸药。原来那要埋的地方正巧是闵浩尸体的地头，不完全变成僵尸的结果是要往地底下渗，这就导致了闵浩尸体的异变。没想到无心插柳，柳成荫，异变后的闵浩居然能跑能跳还能聊天还能思考的完美僵尸。吴正直就想利用闵浩的血研究出让老婆也变成有意识的僵尸药。单志在侦探社找不到闵浩，就打开了手机定位，这是之前怕闵浩失去理智时装的，定位显示闵浩就在这动物医院。这次单志没那么冲动，他按了火警警报，趁着吴正直出去的时候悄悄溜进了动物医院，找到了关着闵浩他们的密室。单志先给当食物的大山解开了绑，让大山和小山先跑了，然后又把捆在闵浩身上的胶带割开。但单志没留意到一旁的吴正直老婆已经醒了，饿坏的他嗅到了生人的气味，女僵尸慢慢往单志那儿挪。这时候闵浩发现了慢慢靠近的女僵尸，他猛地挣开了剩下的绳子，赶紧把单志推到一边，然后用自己僵尸的血统和女僵尸对峙。但这时吴正直已经回来了，逃跑的大山和小山也被抓回来了。吴正直看出老婆僵尸饿了，就命令他开始进食。得到命令的女僵尸直奔胖乎乎的大山，闵浩则趁吴正直分心和他纠缠，两人扭打的时候，突然一声枪响，巧得很，吴正直的僵尸老婆头部中弹。对僵尸来说，头被打碎就只能挺尸了，这下吴正直也束手无策了。警察来了，把吴正直抓起来。大山因为肚子太大，让女僵尸不知道怎么咬才好，结果逃过一劫，看似事情都解决了。可是押送吴正直的路上出了岔子，吴正直竟然把闵浩的血注入自己体内，自己也变成了僵尸，咬死了押送的警卫，逃了一个人。有僵尸在那儿抢枪，枪不小心走火了，他的僵尸老婆不小心被打中了，头部挂了。这男的为了变强，居然把僵尸血给自己打了进去，自己也成了僵尸。闵浩没想到吴正直竟然用他的血变成了僵尸，他找到单志他们，为了防止吴正直报复，叮嘱大家保护好自己。但第二天，大方的单志就被那无证的僵尸吴正直抓走了。为了救单志，闵浩只能照吴正直说的去了。这会儿的吴正直因为吞了几个人，变得更强了。闵浩急着要救单志，却忘记了自己跑得快，一上来就想跟吴正直硬碰硬，结果被吴正直一把抓住脖子，怎么挣扎也没用，下一秒就被吴正直举起来了。吴正直拖着单志要走，这时单志的好基友刑警贤哲出现了。贤哲不知道眼前的男人是僵尸，眼看着对方步步逼近，只能朝吴正直开枪。枪对吴正直没啥用，就把呆住的贤哲扔到一边去了。单志看到地上的手枪，赶紧踢给闵浩，闵浩一滚捡起枪。这次闵浩又掌握了主动，但闵浩没打算杀吴正直。下秒大山和小山开着卡车冲过来，原来闵浩提前准备好了，这是能让僵尸晕过去的药水，在吴正直的动物医院找的，真是自作自受。看着吴正直倒下，大山在一旁得意洋洋，谁知吴正直突然醒了，一把抓住大山，直奔他脖子去咬。闵浩动作快极了，直接把吴正直的脑袋给打飞了。这下终于是大结局了。作为地球上最后一个僵尸，闵浩决定躲进山里去。对于闵浩要走的决定，单志真的是舍不得，他硬是要留下闵浩，说大伙儿会一起保护他的秘密。单志哪知道啊，跟闵浩经历了那么多，闵浩竟然开始喜欢上单志了。僵尸
尸本来是不会痛的，但看善治难过，他的心里也难受。僵尸本来是没心跳的，可看善治一眼，他心里就咚咚跳。他能感觉到善治对他的情感，可作为僵尸的他，什么也给不了他。闵浩还是离开了大家，回到了安静的生活。过了1年的某一天，善治收到了一张万圣节的请柬，他又看到了那个日思夜想的他，还是那么帅，还是让他心动。但这次回来的闵浩已经不是僵尸了，变成了真正的人，都是多亏了一个叫王哥的人。他研究出了把僵尸变人的药，这次回来的闵浩终于能给善治他想要的生活了。僵尸侦探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只不过把结局改了点。剧里的闵浩还是个僵尸，但我觉得大家更喜欢看闵浩变成人后跟善治的幸福结局，所以就把结尾改了改，希望大家喜欢。